同一款游戏，不同地区版本却像是平行宇宙，竟然衍生出了3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一款游戏会有3重宇宙般的体验差异？这些版本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创意冒险和市场考量？让我们带着怀旧与好奇，一起来探索沙罗曼蛇初代街机版本的秘密吧。沙罗曼蛇是科乐美在1986年推出的街机射击游戏，作为宇宙巡航机系列的外传作品，于1986年7月在日本首发。游戏支持双人合作，1号玩家驾驶经典的维克韦伯战机，2号玩家驾驶皇家功勋号，在横版与纵版交替的6个关卡中并肩作战。这款游戏因为融合横向和纵向卷轴，以及爽快的游戏体验而广受欢迎，是80年代街机飞行射击游戏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游戏在日本首发后，科乐美很快将沙洛曼蛇推向国际市场。在欧美国家发行时，游戏被重新命名为 Life Force， 直译为生命力量。美版于1986年10月登场，从沙罗曼蛇更名为 Life Force， 这一举动也为后来玩家傻傻分不清埋下了伏笔。因为时隔1年以后， Life Force 这个名字在日本国内也被用上了。科乐美在将沙罗曼蛇的北美版本更名并做出一系列改动之后，于1987年在日本又重新发行了加强版本的 Life Force， 也就是说，日本玩家又迎来了一个名为 Life Force 的新版沙罗曼蛇。为了方便区分，我们可以称它为日版 Life Force 或者沙罗曼蛇 1.5。 至此，同一款游戏出现了3套名称和内容各异的版本：日本原版沙罗曼蛇、美版 Life Force 以及日本加强版的 Life Force。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再简单捋一下。日本原版发行于1986年7月，名字叫做沙罗曼蛇；美版发行于1986年10月，名字改为 Life Force。除了改名以外，剧情和部分设定改动较大。而时隔仅1年后的1987年，科乐美又在日本发行了加强版，沿用了海外版本的游戏名称，内容在日本原版和美版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完善。接下来，让我们依次来看看这几个版本在故事设定、关卡世界观、视觉美术、系统机制等方面有哪些具体差异，以及这些变化背后有哪些有趣的用意。原版沙罗曼蛇的故事延续了宇宙巡航机的宇宙战争背景。游戏中，玩家要驾机前往拯救那个受到邪恶巴克特利安帝国侵略的拉蒂斯星球，对抗的是敌方强大的沙罗曼蛇军团。简单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太空歌剧设定。虽然游戏名为沙罗曼蛇，但并没有 Salamander 字面上蜥蜴或者蝾螈的意思。而原版的各个关卡场景也大多符合这个科幻太空主题，有星空、有行星基地、机械要塞等内容。当然，科乐美喜欢在射击游戏里加入一些生物风格化元素，沙罗曼蛇也不例外。比如第一关开头就颇有创意的让玩家的战机像钻入一只巨大的宇宙生物的体内，接着在内部通道中迎来蠕动的有机障碍物和生物组织这样的画面景观。不过除了这些片段式的异形体验外，原版整体上还是传统的外太空战场风格。美版 Life Force 则完全换了一个脑洞，在将游戏引入西方时，科乐美为迎合当地市场，对故事背景做了大幅调整。美版开场添加了文字剧情，引出了特别的剧情设定，玩家不是在宇宙打外星人，而是被缩小后进入一个巨大的半人半生物机械战士哨兵体内，去消灭内部的寄生肿瘤和病变组织。简单来说，美版把整个游戏改造成了一场神奇旅程式的人体科幻探险，所有关卡都被重新诠释为在这个机械战士体内的不同器官区域进行任务。第一关在胃部肌肉区，第二关深入肾脏区域，第三关来到胃内腔，一直打到最后的大脑核心区域。每一关开始时还伴有英语语音提示，提醒玩家当前所处的位置，并伴随诸如消灭突变组织、小心胃酸火焰之类的广播声音。
让玩家仿佛真的在驾驶微型医疗战机穿梭于生物体内。这种改动堪称脑洞大开。原版游戏里喷射而出的岩浆火柱，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外星生物的消化液。可以说，美版彻底将游戏世界观转变为一个宏大的体内科幻故事，让游戏平添了独特的个性。有玩家评论，这是一个给游戏增加个性的绝妙改动。的确，当年许多美版玩家记住了这款游戏，就是因为它的新颖背景。驾驶战机在肠胃里横冲直撞，这画面谁看了都忘不了。再来看日本1987年加强版本的 Life Force， 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个版本借用了北美的标题和一些创意元素，但剧情设定上又有所不同。日版 Life Force 没有沿用钻入半人半生物机械战士身体那一套，而是重新塑造了第三种世界观。这里的 Life Force 指的是反派本身，一头在宇宙中不断吞噬万物、生长膨胀的未知超级生命体。它突然出现，并威胁要吞噬行星格里乌斯。你猜的没错，这又呼应回了宇宙巡航机的世界观。玩家则要驾驶维克维伯战机再度出征，深入这头名为 Life Force 的巨大异星生命体内，从内部将其摧毁。听起来，这像是把原版和美版的点子又融到了一起，既有拯救格里乌斯星球、对抗外星生物的宏大使命感，又保留了进入生物体内进行内部作战的设定。不过和美版不同的是，这次进入的是一个纯粹的外星生物，本质还是宇宙大战的范畴。关卡流程上，为了情节统一，原本一些发生在深空背景下的场景也被解释为在生命体内部进行。比如最后逃脱时，玩家不是逃出行星表面，而是从崩溃的生命体内部冲出重围。总之，加强版的 Life Force 世界观可以看作宇宙怪兽体内探险，兼顾了科幻大战和生物奇观两种风格。概括来说，这三个版本的剧情和关卡设定就像开启了三重宇宙。原版山洛曼蛇是传统科幻太空战，多样场景，有部分生物风关卡点缀。美版 Life Force 提供了完整的体内科幻主题探险，故事走医疗受到辐射感染的生命体的创意路线，而日版 Life Force 则在宇宙生命体内部冒险，将拯救银河的剧情与有机生命舞台相结合。三个版本、三个故事舞台各有不同，可以说科乐美围绕同一款游戏的世界观进行了大胆的创作再创作，让玩家有机会从不同角度体验这场游戏冒险。不同的世界观自然要有不同的视觉呈现来配合。原版沙洛曼蛇的视觉风格延续了宇宙巡航机的科幻美学，大体上以深邃的太空和机械基地为主基调，关卡背景会出现星空、陨石、宇宙舰队残骸等元素。敌人设计上既有招牌的飞行编队、炮台、机械 BOSS， 也夹杂了一些诡异的有机生物造型。比如第一关你会看到像血管膜一样的通道墙壁，还有会蠕动的生物障碍。色调方面，原版在不同关卡变化多端，有岩浆火山关的炙热红橙，有宇宙空间的幽蓝黑，有机械基地的冷灰色调等等。整体给人感觉是科幻感与异形感并存，画面主题切换丰富。到了美版 Life Force， 由于故事彻底转为人体构造题材，美术上也做出大幅调整，以保持风格统一。首先，背景大量替换为有机体内的纹理材质，原本中本应出现星空的地方现在看不到了，将那种肉墙网状背景延伸到了整个游戏。据开发者所述，美版刻意把关卡背景改成类似血肉组织的图案，只是颜色不同，以营造出始终在生物体内的感觉。这样改动的结果呈现出了黏腻怪诞的内脏风，墙壁上像布满了粘液和神经网，连地形也仿佛变成脊椎和扭曲的肋骨。其实美版在图像上的改动并不算太过极端，大致还是沿用原版的大部分素材，只是通过更换背景纹理和进行了局部修改，赋予关卡更强的生命体风格。不过仅这些改动已经足够让整体视觉氛围发生了质变，从外太空战场摇身变为身体内部构造。色调上，美版偏好更鲜艳诡异的色彩来暗示生物属性。敌人和 BOSS 方面，
美版与原版共享了绝大部分设计，但在语境上进行了转换。原版里的巨型脑状 BOSS， 在美版剧情里正好就真的是大脑。原版机械章鱼一样的敌人，在美版就被看作是细胞突变体等等，甚至连玩家所驾驶的飞船都被改了名字。维克维伯战机在美版里代号改为 USS Lightspeed， 俨然成为一艘微型科考飞船。这些细节强化了玩家身处人体进行科幻探险的沉浸感。日版 Life Force 作为第2年发布的作品，在美术风格上走得更远也更讲究。开发团队进一步贯彻了一切皆有机的设计理念，将原版中剩余的机械、科幻元素几乎全盘生物化。据资料统计，几乎所有金属质感的敌人都被替换成了活体生物形态。关卡背景也做了更多细节润色，让每帧画面看起来都仿佛有生命迹象。第5关的火焰地带是最著名的改动之一，原版这里充斥红色熔岩，而在这个加强版中，整个关卡色调变为了蓝绿色，火焰效果也调成了幽蓝色，以此模拟腐蚀性的酸液燃烧，而非普通火焰。这一改动不仅让画面焕然一新，也更加符合游戏内异生物体内的环境设定。蓝绿的火焰给人强烈的化学腐蚀联想，就像怪物体内的强酸在翻腾。BOSS 风格上，加强版 Life Force 也比前2个版本更具生物恶趣味。每一关 BOSS 都被重新包装，赋予了生命体特征。最后逃脱动画也改成了从崩溃的生命体中冲出，比原版逃离行星表面的演出更加充满趣味性。除了图像、美术风格，还包括音效与配音等呈现。原版《沙洛曼蛇》在1986年算是很早用上数字语音的游戏，游戏中会有电子音提示，比如每次取得新武器时会有语音播报。这些复古电子音到今天听来都还颇有科幻代入感。而美版 Life Force 在语音上进行了增删，为了配合新剧情，每关开头和流程中增加了解说语音，用来营造剧情氛围。玩家会听到关卡开始时的进入某某区域广播，仿佛在听科幻电影的旁白。这些语音在日版 Life Force 中也大多保留了，只是把个别地方有所调整。例如日版把火焰喷发的提示改成了酸性火焰，以吻合它把火焰改成酸液的设定。可以说，从画面到声音，日版 Life Force 完成了统一的有机生命体风格，是3个版本中视听体验最为一致的版本。对老玩家来说，不同版本的视觉风格就像不同导演拍的同一部电影，各有魅力。有人钟爱原版，也有人偏爱美版那种独特的肉感世界，还有人推崇加长版的精致统一。除了看得见的画面，玩法机制方面在这些版本中又有什么区别呢？下面咱们接着聊游戏系统的差异。虽然3个版本的沙罗曼蛇基本玩法相同，但在一些具体系统机制上也存在着些许差异，尤其是武器升级系统这一块，出现了拾取式和能量槽式2种不同的设计。首先回顾原版沙罗曼蛇的升级系统，与宇宙巡航机采用能量槽进行武器选购的升级方式不同，沙罗曼蛇当年做了大胆改变，玩家直接拾取特定道具，立即获得对应能力。也就是说，游戏里每击毁一组敌机编队掉落的道具，不再是让你的能量槽往前推进一格，而是本身就是一种升级物品，使用不同图标来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立即给你装备导弹，获得激光，或者直接放出僚机。只有加速道具需要多次叠加来提升速度，但总体上原版是纯粹的即时即用型的武器升级。这一设计让沙罗曼蛇玩起来比宇宙巡航机更爽快直接，不用在操作躲避弹幕时还要抽空低头看一眼能量槽，见到想要的道具飞过去吃就行了。战绩实力可以立即获得提升，当然这也带来一定随机性，因为你得看敌方掉落的具体是什么。原版这种机制当时备受好评，许多玩家觉得更简单直觉，尤其是双人合作时，2人互抢道具也会乐趣十足。美版 Life Force 在核心机制上实际保持了沙罗曼蛇的这一套即时拾取升级机制，虽然剧情大改，但玩法方面还是延续原版模式，
这意味着美版玩起来手感和原版几乎一致，不过美版对细节进行了二次包装，游戏中的武器道具被重新命名和说明，许多名称听起来更酷炫了。例如，加速器 Speed Up 在美版里改为 Hyper Speed， 导弹 Missile 改成 Destruct Missile，Rapper 激光改叫 Pulsar Laser， 护盾 Force Field 直接叫 Shield 等等。这些改名并不影响实际功能，但颇有意思的是，美版在关卡开始或首次拿到新武器时，本会语音播报武器名称，可惜程序员偷了个懒，没有录制新语音，而是重复用了原版语音。小瑕疵不妨碍游戏，但能看出美版在机制上主要改的是表现层，这一点对于老玩家来说，上手美版基本没有学习成本，还是熟悉的拿道具、生火力、开无双的节奏。加强版 Life Force 在系统机制上则做出了显著调整，引入了宇宙巡航机标志性的能量槽系统，也就是说，日版新版抛弃了原版沙罗曼蛇直接掉装备的做法，回归到需要收集能量胶囊来累积能量，再根据槽位选择升级的模式。具体操作相信老玩家们也都不陌生，消灭特定敌机掉落能量胶囊，收集后能量槽依次亮起不同项目，玩家选择消费能量胶囊，启用当前选中的升级即可。从加强版的说明来看，科乐美甚至还根据双人模式进行了细分。1号机使用经典的能量槽排列，如速度、导弹、脉冲、激光、僚机、护盾，而2号机的顺序则有所不同。据说这也是为了平衡双人游戏，两人升级路线稍作错位，这种变化对游戏策略影响不小。玩家需要更有规划地选择何时升级什么武器，无法像原版那样看到什么吃什么。另一方面，难度曲线也会因此发生变化。有人觉得原版拿到强力道具很爽，但一死就全无，而能量槽系统虽然升级稍慢，但更有体系，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游戏时长。更值得一提的是，加强版因为采用了能量槽，还修正和新增了一些机制，比如在原版中，玩家护盾数量其实拿不到像指示说的4个，新版则可以。另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能量胶囊掉落点，让玩家有更多升级机会。再如原版双打时，两架飞机靠到一起会互相碰撞挤压，加强版就取消了这个判定，提高了合作体验。这些调整算是锦上添花，使得日版 Life Force 在机制上更趋近系列正统的同时，又保留特色。除了武器系统，游戏难度和节奏在版本间也略有差异。例如有玩家发现美版 Life Force 在后期某些情境下难度会动态调节，当屏幕上子弹变少时，敌人和子弹移动会突然变快，给你措手不及的挑战。这可能是程序代码在不同版本里调整了游戏难度算法导致的小差异。总体来说，3个版本在敌人布局、弹幕密度等方面并没有天差地别，普通玩家感觉并不明显。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了，为什么科乐美要在不同版本中搞出这么多剧情、美术、系统上的变化？这背后有哪些市场和文化方面的考虑呢？别急，咱们接下来就来扒一扒隐藏在版本差异后的商业与创意逻辑。游戏开发商对同一款游戏做地区化改动，往往是为了迎合不同市场的偏好、文化背景或者营销策略。沙罗曼蛇也不例外。这款游戏的版本差异正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让我们来还原一下科乐美当年是如何考虑的吧。80年代中期的欧美玩家对于科幻题材的喜好与日本玩家是有所不同的。日本街机玩家已经习惯了宇宙巡航机那样纯粹的宇宙战争设定，但北美玩家可能更容易被一些新奇的科幻概念所吸引。在当时西方的科幻作品中，缩小人体探险是个著名题材，比如1966年的科幻电影《神奇旅程》讲的就是缩小潜艇进入人体内部治疗的故事。80年代还有类似题材的电影《Inner Space》，在1987年上映。科乐美或许认为，将沙罗曼蛇包装成一场人体内的星际大战，会给北美玩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比起又一个传统宇宙设计游戏，更容易引发话题和好奇心。事实证明，这个决定非常聪明。美版 Life Force 因其独特的在肚子里开飞机的设定，在玩家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少老美玩家正是因为这游戏情节古怪，才对它念念不忘。这种剧情改动本质上是市场导向的创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为了让游戏在海外市场有更强的卖点。沙罗曼蛇这个名字源自西方传说中的火蜥蜴，对于日本玩家来说酷炫又神秘，但拿到北美市场可能就没有太多吸引力，甚至让人摸不着头脑。相比之下 ，Life Force 直截了当地点出了生命、力量这些科幻关键词，配合游戏的新剧情，容易让玩家瞬间明白个大概。此外，当年街机游戏起名字也讲究简单有力、朗朗上口。两个单词的 Life Force 显然比拗口的 Salamander 更符合英语市场的习惯，所以从市场营销角度出发，改名 Life Force 是为了降低认知门槛并强化主题卖点。而科乐美在1987年选择把加强版用 Life Force 这个英文名拿回日本发行，一方面是为了突出这是新内容的版本，避免和原版混淆，另一方面或许也是看中了 Life Force 这个名字本身就挺酷，用英文名在日本发售游戏在当时并不少见，反倒给当时的日本社会一种新潮的感觉。有时候版本改动是为了通过目标市场的监管或者文化禁忌，不过在 Life Force 的例子里倒不是监管原因，毕竟美版比日版更血肉模糊，说明当时对游戏中出现内脏器官画面并没有限制，倒是语言是个需要考虑的方面。科乐美在美版中大量加入了英语叙事文本和语音，就是为了让西方玩家更好地融入剧情。日版原作中没有文字剧情介绍，而美版干脆在开头给你剧情交代背景，并通过语音不断叮嘱情节，这体现了地域玩家习惯。当年的日本街机玩家可能更关注游戏好不好玩，不那么在乎剧情细节，而欧美玩家则倾向于有个明确的故事驱动，会为游戏剧情背景产生兴奋感。于是科乐美投其所好。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这些改动也并非全然讨好市场，其中也有开发团队自己的创意热情。毕竟把星际射击改成怪兽体内探险，可不是随便改改就行，需要更多灵感和美工投入。从开发者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他们为游戏注入新生命的一次试验和尝试，也给产品带来了双份价值。两个版本两种体验，一次开发两种收获，一鱼两吃。1986年前后是街机射击游戏的激烈竞争期，科乐美推出沙罗曼蛇本想延续宇宙巡航机的热度，但如果海外直接照搬原版，可能会被视作就是个换皮游戏，于是改头换面成 Life Force， 可以在宣传上强调其独特性，避免与自家前作或别家射击游戏碰撞。同年有很多科幻射击游戏上市， Life Force 这种益智题材自然显得特别。另外，科乐美当时也在为主机移植铺路，那个时候 NES 主机在北美大卖，科乐美1987年和1988年分别把这款街机游戏移植到 FC 和 NES 平台， FC 版叫沙罗曼蛇， NES 版仍命名为 Life Force， 在主机市场上突出游戏特色非常重要，而体内冒险无疑是个抓眼球的卖点，所以可以猜测美版街机 Life Force 的改动其实也是在为后来的 NES 版积累话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NES 版的 Life Force 在欧美很受欢迎，也成为了不少玩家的童年经典，这和街机版先入为主打造的特色剧情不无关系。科乐美为何要在1987年再推出日本加强版的 Life Force 呢？一方面，沙罗曼蛇 FC 家用机版正在开发，他们可能希望机器上也有一个对应加强版来同步造势，或满足口味独特的玩家。另一方面，原版沙罗曼蛇虽然优秀，但日本玩家群体中也会得到一些反馈和额外需求，比如有人怀念宇宙巡航机的能量槽系统，有人希望看到更多关卡变化。科乐美索性利用已有的美版和原版素材，做了这样一个 1.5 版本回馈本土市场。从商业上来看，这也是延长游戏寿命的一种手段。1986年发售卖一波，1987年靠加强版再次收割一波热度。使用已有的素材可以大幅减少成本，再加些新点子，就变成一个噱头十足的新游戏了。而日本玩家当时对这种所谓的加强版其实并不抗拒，
毕竟可以体验到原版所没有的元素，还是当年只有老美才能玩到的剧情。简单说，沙罗曼蛇各版本差异背后离不开市场导向和文化调试。一款游戏多种演绎，不仅没有削弱品牌，反而拓宽了受众。在那个年代，这种跨地域的创意改造并不多见，科乐美算是走在割韭菜的最前沿了。正是因为这种多重效果的叠加，沙罗曼蛇成为了老玩家们当年津津乐道的话题。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聊聊老玩家们对这些版本的反应了。在日本本土，原版沙罗曼蛇延续了宇宙巡航机的辉煌，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大量街机粉丝。它那革新的双人同屏合作和横纵卷轴交替设计，在1986年堪称亮点。再加上爽快的武器升级系统，令玩家耳目一新。除此之外，业内评价也很高，认为沙罗曼蛇既保持了宇宙巡航机系列的精髓，又有自己的创意，是科乐美射击游戏的又一个里程碑。之后游戏还移植到了 FC、MSX 等多平台，扩大了影响力。对于我们国内老玩家而言，沙罗曼蛇作为红白机老四强的一员，意味着童年记忆中无数次挑战关底 BOSS， 从基地逃脱升天，以及通关后和伙伴敲击手柄欢呼的瞬间。在欧美，街机版 Life Force 同样取得了成功，由于名字和剧情都做了魔改，当时的欧美玩家并未意识到这游戏和宇宙巡航机有渊源，因为宇宙巡航机的英文名称在北美叫 Nemesis， 因此很多玩家是把 Life Force 当作一款新奇的独立射击游戏来体验的，结果自然是惊喜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惊喜于它奇特的体内世界设定和有血有肉的视觉风格，另一方面挑战于其毫不留情的游戏难度。在那个时期的游戏杂志上， Life Force 获得了相当正面的评价，不少评测称赞于它的双人玩法和绚丽图形，还有独特的故事背景让人印象深刻。随后1988年在 NES 上的移植版更是让这款游戏家喻户晓。 NES 版保留了街机版的大部分特色，又针对主机做了出色优化，被誉为 NES 上最好的卷轴射击游戏之一。许多北美玩家最初接触的其实是 NES 版，他们回忆起 Life Force， 总是少不了客厅里兄弟二人合作，一起输入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拿30条命的趣事。日本加强版 Life Force 在1987年推出后，虽然没有像出版那样在街机厅大规模铺开，但在核心玩家圈中口碑也相当不错。对于已经通关原版的硬核玩家来说，这个新版本提供了全新的挑战和内容。他们惊喜地发现，关卡背景变了样，敌人造型也不一样了，甚至连音乐都有新编入的曲目，让人有一种全新体验的感觉。尤其那些偏爱宇宙巡航机传统武器升级系统的玩家，更是对新版爱不释手。游戏杂志对加强版也持肯定态度，认为科乐美用心听取了玩家的意见，打造出了更成熟的沙罗曼蛇。后来在1997年，科乐美发行了沙罗曼蛇豪华合集，其中就收录了原版沙罗曼蛇和日版 Life Force 两个街机版。许多次世代玩家通过土星和 PS 平台的这个合集熟悉了经典。从一些玩家社区反馈看，不少人倾向认为日版 Life Force 是沙罗曼蛇的终极版，因为它既有原版的关卡基础，又融合了美版的创意和自己的改进，被视为内容最丰富的版本。可以说，沙罗曼蛇初代的这3个街机版本没有孰优孰劣的绝对定论，更多是地域因素和玩家口味使然。不过，这种一款游戏多版本各自精彩的现象，在游戏史上也是少见的。正因如此，我们今天回过头聊这些差异，既是在怀念当年各自的美好，也是在感叹曾经的科乐美还是具有创意和胆识的。说到这里，也想听听屏幕前各位新老玩家的看法。你最初接触的沙罗曼蛇是哪个版本？是否也和我一样，最早是在红白机上认识了它？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沙罗曼蛇之旅。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充满怀旧气息的深入盘点，别忘了点个赞并订阅时空像素典藏馆。我们以后会带来更多经典游戏背后的故事和秘密。我们下期再见，继续穿梭时空，发掘游戏史上的像素宝藏。
感谢收看。其实，沙罗曼蛇的游戏故事远没有我们前面聊的那么简单。